算一笔账啊，就是如果做这个零件和中间的滑扣一体进行上下滑动伸出脑袋，还是中间穿一个铆钉轴，把这个地方放进去。哦，没有穿铆钉轴，怪不得呢。你看看美国人多聪明啊，这里边用个凸点轴，这玩意儿不是铆钉的。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遗产线推出的这款新作品 A 版牛头威震天。盒子的外包装，哎呀，我每次看见这个遗产的包装总觉得怪怪的，离了歪斜切的这些角。话说这孩之宝会不会认为盒子跟这么斜切着几个角就能省下不少的牛皮纸的成本材料费用呢？这是个问题啊。纸品方面，官方的线稿说明书，在盒子的内包角落里边有这么一个炮管啊，记得抠下来，不要忘掉，插在上面就可以了。坦克形态在盒内包装，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吧。其实对于动画的还原度来说还是非常之高的，也确实这款不论是在变形结构方面，还是在美术的方面，都是和老玩具差不多的。说实话，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拿出来应付差事的，为什么感觉？变形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而且身上有一些挺大的问题所在。但坦克造型方面还不错吧，身上的涂装细节，包括在一些分色的处理上面，也用了金属漆和一些其他的配色来点缀啊，挺好看的。但作为噱头呢，坦克的炮管仅仅能上下抬动，然后炮台这样可以转到90，卡住了。千万不要往过愣别了，这边能转到这样135度的角度，也是卡住了。另外呢，就是当时非常好玩的那些小迷你金刚的联动激发，现在都变成了手动拔开卡扣，然后上边这个地方的炮可以旋转，这个也折不到前方啊，这个地方就已经卡住了，只能折到一个，你看又掉了。就这个扣子啊，它是一个活扣，无损式的这种插栓。特别的松，随便转一下就掉了，没办法。倒是你安插下去以后，这地方暗处有一个卡扣，可以把它插住。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坦克啊，不过好在是它包裹的还算可以吧。也别说前面露着个脑袋啊，其实动画片里边 A 版牛头威就是露着一个带牛角的大脑袋。说是个牛角，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种昆虫一类的吧，日本孩子们很喜欢收藏的那种大锹虫是什么的，那个大鳄跟那意思差不多。那顺势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玩具很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脚尖儿、脚后跟儿，把这个地方打开，卡的还是很紧的。然后翻到底盘来，打开这两块小腿板下方的卡扣，腿一个 M 字。大劈叉，注意侧面这里的卡扣也要打开。哎呀，好骚气的姿势！你，一代枭雄摆这么猥琐。好，关节整个的拉直，其实这个地方是有那种磨点齿轮的手感的，但这个磨损多了肯定会散掉啊。把这个板子盖回来，然后腰部旋转180度。其实说起来吧，这个膝盖部位的齿关也一般般，卡不太住啊。你稍微摆一点角度，很容易松脱开。脚踝这个地方有独立的接地关节，但是需要拨开这个地方的卡点。好处是在于它的脚踝接地的时候，里边有半圆弧形的挡肉，哎，这个挺好啊，不会是那种脱肉的凭空一个脚板旋出来的。接着往上看，就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挺傻的设计了。先把尖头这两个带霸天虎 logo 的板子翻开，胸板我们直接拨开，就露出来了这张涂装造型还不错的脸。前方遮挡面部的这个板子，你需要翻折180度叠进去。哎，但是你看胸口的造型刻画吧，这个地方明显是一个滑道和手动抠的一个拨扣。老版玩具这个地方的面罩应该就是个滑动上来的，但是哎呀，你说他为了节省成本，还是为了浪费成本的？你翻回来想一想，美国人应该是认为人工组装的费用会比这个设计的费用低一点吧？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算一笔账啊？就是如果做
这个零件和中间的滑扣一体，进行上下滑动，伸出脑袋，还是中间穿一个铆钉轴，把这个地方放进去？哦，没有穿铆钉轴，怪不得呢。你看看美国人多聪明，这里边用个凸点轴，这玩意儿不是铆钉的，凸点啊，那了解了，这样就省成本了嘛，对吧？但是呢，就不还原，它只是做出来了一个还原的造型。哎呀，不愧是你，孩子宝，鸡贼的要死。然后腋下这两团黑黑的腋毛打开，它和履带中间其实是有一个连接的扣子的。拆开以后，我们把它折到中间来，挡住了肋部的一个空洞，还起到了一个底色的效果啊。其实这块感觉还不错。打开履带侧面的盖板，整条胳膊从里面伸出来，再盖上，上面这个再盖上。好，现在肩膀感觉怪怪的吧？它在这儿又设计了一个磨盘式的戳洞啊，把它搓下来，胳膊放好。就是对比一下两个肩膀的位置啊，其实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块也参与到了变形之中，但是问题就在于没定位了，搓下来以后就没有什么卡的地方了，很松的这个肩膀。小手从里边翻出来，然后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看这两个牛角，所谓的这个大颚，它就是靠这两个凸点插进去的，但这个材质是软胶，第一没抹胶，第二没上螺丝，这个很容易掉下来。另一条胳膊变好之后，这款牛头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恶心的就是在于小臂这地方，哎呀，全身其实包裹的都挺好的啊，包括腿后边这些都不错，就是这儿露一窟窿恶心你。你说就胳膊往出一翻，你加个板子的事儿，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加一块板子肯定要穿一个铆钉，哪怕是他再用凸点轴给这个地方扣起来的话，那也得加一个零件呀。还是宝这么鸡贼，连这一块的滑动都给你取消掉了，板子是不可能给你加的。然后背包这一块就直接往下折叠，摆成这个斜着的姿势就好了。好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完成了。总的来说，它的变形过程其实都没有围城当年的那款微级别威震天复杂。这是一款领袖级的玩具，确实个头也要高一些，但整体来说嘛，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在老玩具的结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可动的增强和美型的增强啊，仅此而已。身上可能在变形结构上面稍微的增加了一点点，但取消了曾经 A 版舰队的那个系列的玩法，不免得让人有一些感觉遗憾。头部的刻画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涂装很用心啊，这些分色的处理、金属的质感都很到位。肩膀上的造型，包括履带上边，这侧面打开，你看这地方都有盖板把窟窿堵起来了。两只手臂的造型也是不一样的，这一块是拳头动手，另外的一个是稍微张开一点的爪子造型。当然还有其中的晚点，我们可以把一只手臂折进去，炮管撅下来放在这上边，当成一个臂炮的形式。其实这样看起来填这个空洞就顺眼很多了。另外的晚点呢，也是从老玩具动画上面继承过来的。你可以把这个炮挂在腰间，啊，这么放，也可以放到另外一边。当然还有一个前置的炮台，这里边还单独设计了一个向上滑动的零件，中间的轴上边还有一些内构的花纹刻画，做的还挺漂亮的。然后坦克的炮台打开中间的卡扣，向下翻折90度，腾开空间，把腰上紫色的环旋转到正面来，哎，再扣上，腰再给它拉下去，形成一个这样的铁甲肚兜的这么一个姿势。当然也不要吐槽这个造型啊，老玩具其实老动画包括 A 版的设定就是这个样的一个武器形态，这样看起来倒是也挺活力猛的嘛。不过腰部的这个滑动出来的这一块，我觉得后续应该还会有月潮波或潮汐波进行一个合体的模式吧，不然的话，单独为了做这个的旋转，海之宝在这么抠搜的成本之下，应该不会想着这样去做了。额外呢，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的连接的孔位，这些也是可以和后续要出的这些
迷你小金刚进行互动的，更或许说这个就是将来结合潮汐波、月潮波合体的一个位点吧。来，最后可动看一下头部，360度旋转，胳膊，哎呀，这样是不能扭的，带着肩膀是不可以一起转动的，而且这个松了稀里哗啦的，抬臂基本上是从这里抬，哎，这样可以折起来，但是这个东西，哎呀，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曲臂也就是90度多一点吧，手腕可以转，动手不能打开。腰部刚才我们看了也是可以转的。前踢竟然里边还有齿轮，当然这个也是磨点的。后踢也45度左右吧。侧踢这个没有齿轮了就也能踢到挺高，大腿根部可以旋转，膝盖这个地方看起来这里方有个齿轮，也是拨点的。所以也能看到这个齿牙上面带一些磨损了。脚踝左右接地，哎，这个关节是唯一做的最好的关节，就是这里了。真的，它其实就是为了配那个舰队擎天柱，仅此而已，没了，身上没有什么亮点。变形也就是往那儿一趴，四肢往起一团，和老玩具几乎差不多，稍微有一点点改进，但又砍掉了很多老玩具身上的玩点和噱头。最多了也就是修了一下美型可动做得好了一点点，但做好了可动呢，这两个肩膀耷耷拉拉的，其实真的很不爽。但终归好处是它没有炒起来嘛。再翻回来想想，哪个傻子会去炒这款产品，不得赔死？那么得嘞，这款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总结就俩字儿：凑数的。